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是妇女医学。因为每个人应该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了解。那除了妇女医学，我也会把男生的生理方面呢，向各位介绍。因为现在是两性的时候啊，所以这个虽然叫妇女医学啊，里面有很多资讯有关男同学的生理状况啊。那么下一页，我们看一看这个图啊，尤其下面两个图都一样了。这个是这个生殖器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的这个生殖器官的样子，都是不分彼此的，你分不出来，完全一样。我现在就请你们记住这个颜色，你们有黄的、蓝的、红的、紫的，将来变成什么一个器官。先讲黄色的，左边的我们可以看到龟头啊，这个龟头右边的女生叫做阴蒂哈。这个龟头外面有一层皮，就叫包皮。其实女生也有的哈。那么我们再看看紫色的部分呢，右边的女生就叫做大阴唇啊。那么左边的男生叫阴囊啊，阴囊里面有睾丸啊，有睾丸。再过来我们看一看呢，红色的部分，女生就变成这个小阴唇啊，男生就是一条线，没有什么作用。我们再看女生这个上面有尿道，还有阴道口或者是产道口，再下来是肛门，一共有3个出口。那么男生只有2个，上面叫尿道，下面是肛门。我们看看这个，这个剖析图，这个是讲这个男生的一个，这个一个侧面的一个图。我们刚刚讲那个阴囊里面就有睾丸啊，睾丸，这个叫附睾。那么这个精子成熟了以后，它会输送，有一个输尿管，从外面一直到这里有一个储藏室啊。这个储藏室我们叫储精囊，就是精子成熟以后储存在储精囊这里。下面有一个叫射护腺，和也叫前列腺，它是分泌精液的啊。当这个男生要射精的时候，这个储精囊就把成熟的精子加上射护腺的液体，我们叫精液，然后从这个尿道排出来。那为什么这睾丸要在体外呢？在妈妈肚子的时候，睾丸是在体内的，因为这睾丸啊，它很特别，它又怕冷又怕热，所以这个它有一个 air condition 空调器，就是阴囊。阴囊有7层的构造，可以升降的。冬天冷的时候，睾丸就上升，衣贴在腹部取暖。夏天太热的时候，它就垂下来啊。像我们台湾的男生大概都是垂下来。
你要不相信的话，你们洗澡照照镜子都知道了啊。那么这个包皮啊，待会我再会讲包皮啊。这样子我们多了一个了解。就是上帝给男生做了一个空调器啊，可以调整温度了啊。那要是现在西伯利亚都下雪了，要是在室外贴定这个睾丸是贴着我们身体的啊，是不是很有趣啊？下一页。好，现在我们剖面图看得更清楚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大家也应该晓得叫海绵体啊。海绵体就是它可以充血的啊。那么储藏室在这里，储精囊，看它像个花生的样子啊，有颗的花生，这里有一个管子都通到这个黄色叫射护腺啊。男人在中年以后射护腺会肥大，有时候就把这个排尿的个输尿管堵塞了啊，所以有时候要手术啊，要把它打通啊。你们看看这个是尿道，有没有？尿道也有海绵体啊，海绵体充血的，这个龟头也有海绵体啊。那么很多同学，男同学也好，女同学也不太清楚，男生为什么会勃起，就是充血，充血以后这个会勃起啊，会勃起。有的人勃起有困难，有很多因素了，心理因素了，还有糖尿病啦，等等等等，他是常常勃起有困难的哈。那么我们这样侧面看，这是膀胱，好吧？尿道出来，后面是肛门，这是直肠，看到没有啊？这样应该没问题吧？啊，好，我们下一页再看一看。男同学有部分同学是包皮过长，这个叫包茎，就是他这个龟头没有露出来，没有露出来啊，没有露出来。那么这包皮过长是不卫生的啊，有时候容易发炎、粘连哈。那么这个包皮过长要处理啊。我以前在美国犹太医院啦，生下来是男婴的话，我们都要给他割包皮。以前希特勒要杀犹太人啦，不晓得他是不是犹太人，叫他裤子脱下来，看看包皮有没有割掉，叫割礼。那么这个东西我要特别强调，这个包皮的里面的分泌的东西叫包皮垢，是对女生很不好，容易让你得到子宫颈癌症。好啦，今天男同学为了自己的健康，你也容易得到阴茎的癌症，你又可以使得对方得到子宫颈癌，所以最好有包皮过长这个问题的人，去做一个简单的包皮手术啊。这个包皮手术是很简单，但是不要去找江湖医生啊，待会我还再进一步的给你讲啊。我们以前在美国新生儿啊，我是妇产科医生啊，接到这个50几年前哦，一接到男生我们有小费的，这时候我们割一个包皮，医院给我们5块钱小费哦，那时候5块钱很大啊。
那么假使我昨天晚上接2个男生，在早餐的时候，大家说：“哎呦，你看我今天外快进账10块钱，表示我处理女生都没有了哦，所以接到女生都没有这个福利了哈，所以很有趣啊。下一页。那么这个是梅毒，左边那个是梅毒。这梅毒啊，要注意哦，梅毒是没有感觉的，你接触了，或者是不小心感染了，你根本不知道，没有，它不痛不痒的。所以我们医生大概每1年都要做一次梅毒血清的检查。我们医生因为妇产科医生，你再怎么保护接触女性的这个器官呢，假使他有梅毒，我们是感染都不知道的。那么有的男同学自己感染更不知道，所以日午训练第一个就要检查你的梅毒血清有没有阳性反应，有了赶快治疗。现在很容易，现在有 penicillin 啦，1个礼拜就可以治愈了啊。我没有时间讲，希特勒年轻的时候有荒唐啊，所以希特勒深受梅毒之苦啊，几十年了。德国的医生想尽办法都没有把它治好，最后他这个梅毒侵犯到脑部，所以他到后期的时候精神状况很异常啊。以后我讲希特勒2战的时候啊，再详细讲。女生要是产前检查第1次就会看看这个有没有阳性反应，因为它会危害到胎儿，所以这个梅毒血清的检查是这个意思。下一页。你们看看这个是男生的睾丸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它是在肚子里面的，而且它的比例很大，这里是肾脏，几乎有半个肾脏那么大。到临盆前大概1个月左右，它就开始下降。下降到哪里呢？到这个阴囊啊，到阴囊。在妈妈肚子里面呢，都是还在腹部里面，但是生下来的时候，这个阴囊会下降到阴囊里面。下一页。这里有卡住了，看到没有？右下角这个地方有卡住了，有时候要下降下来啊，被卡住了。所以年轻的妈妈你要生一个男婴啊，你要摸摸看他的阴囊有没有睾丸。很多妈妈说不敢了，都把它掐破怎么办呢？我说很简单，你用个手电筒照一下，手电筒照一下，里面有个阴影就是睾丸，没有你就要找医生给你看一下，因为这个睾丸没有下降，对这个男孩子的这个发育有影响，而且容易得这个，因为温度太高，也容易得卵巢的癌症啊，这个要注意啊。下一页。你看这里都卡住了，有没有看看这里卡住，这要手术把它放下来，都很简单的手术啊。下一页。这个今天没有时间讲男性的攝護腺癌它会跑到全身去，很讨厌，看跑到肺啊，跑到
这个淋巴腺啊，跑到身体，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就不详细讲这，射物腺癌症啊。下一页，我们看看这个男生的，这个阴茎，它是要是剥离起来，它就像一个 mushroom 啊，那么后面这个就是海绵体。你们要注意啊，男生的阴茎啊，有一半是在这个骨盆里面，一半露出来的啊。因为男同学以前呢，当兵也好，住在宿舍也好，大家很喜欢比划谁的怎么样啊，尤其胖的人很吃亏，胖的人他阴茎的比例上小啊，本身胖，那么上面还盖了一层，比如1-2寸的肥油，所以露出来就一点点。瘦的人啦，就显得比例好，为什么？他瘦嘛，这里油很少，就露出就多一点啊。所以胖瘦还有这些有趣的事啊。那这里我要特别讲，就是包皮要割哈，这里有一个系带，这个不要伤到，你割包皮不要把系带也剪断了，剪断你说勃起会不舒服或者是微痛，会影响你的勃起，所以绝对不要找江湖医生随便做，要找合格的泌尿科医生，很简单的手术啊。下一页，这个就是射物腺啊，射物腺啊，射物腺就在尿道进到膀胱的周围啊，这个在男生是很讨厌的东西，中年以后射物腺会肥大，晚上起来频尿，就是会压迫这个尿道的排泄啊。所以台湾一个俗话小朋友小便射过膝，就是射得很远，老人家小便滴到血，滴滴答答的啊，不畅，就是因为这个射物腺的关系啊。下一页。那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射物腺其实像个莲雾的样子，莲雾啊，当然莲雾它会慢慢中年以后会肥大，就会压迫着尿道啊，尿道。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储精囊。你看现在个管子很清楚，成熟的精子都通过这个管跟这个射物腺混合以后，叫精液从尿道排出，有没有？很清楚啊，很清楚。下一页。这个就是我们的储精囊哈，储精囊就是储存成熟的精子啊，这个是输精管，输精管进来以后，这里有一个储精囊，那么这个东西有管子通到射物腺啊，我们看看射物腺这个样子啊，这里是尿道啊，射物腺癌是很麻烦的事啊，你要弄干净啊，也会损伤到尿道，会尿失禁。你要放射线的话，也会影响到膀胱、直肠。那第三种呢，顺便讲一下，第三种就是，打大量的女性荷尔蒙可以抑制它的发展。第四种就不理它。80岁以上的男生要得射物腺癌不理它，可以5年啦，
因为你怎么弄它也差不多5年，到85岁啊，所以现在所知道大概外科手术、放射线治疗，还有荷尔蒙治疗，再加上因为年纪大的时候，癌症的发展是很慢的，而且这个攝護腺癌它发展也是很慢啊。有的医生说，那么年纪那么大了，不要动那么多东西了，也可以拖5年啊，快快乐乐的5年这样啊，这个是一种思维啦哈。大家你们还没这个年龄，不要担心啊。你们的祖父大概是这个年龄，你们有这个常识的哈。下一页。攝護腺肥大其实很简单，我们怎么做呢？用一个膀胱镜啊，膀胱镜进去以后就是一块一块把它切下来，下面像花生米一块一块切下来。那么这个就是攝護腺肥大的，把这个尿道堵塞了，我们要把这个肥大的切掉。你们想一想，你到宜兰的雪山隧道有一点那种工程我们要做一个隧道把它打通。打通你说以后会不会再犯呢？很难说还会再长再做嘛所以有时候攝護腺的现在是泌尿科一个生意很好的一个手术其实因为有这个膀胱镜也上麻醉以后也没有什么痛苦打通尿道你好像哇，这个以前小便很辛苦了，现在小便都很畅通了，因为有高速公路的关系下一页。下一页。好了，我们看看侧面的女生的这个生殖器官，前面是尿道尿道、膀胱、阴道、子宫颈、子宫、输尿管、输卵管、卵巢，认不认得？好，后面这里是肛门，下来直肠，认得吧？不要背书了，看看图记住，知道了它的位置注意到子宫跟阴道成90度了，生产以后子宫会后倾，而且就跟阴道同一个线。再加上骨盆肌肉松，子宫会掉下来，以后再讲所以你接生的时候要好的妇产科医生，减少骨盆里面肌肉的损伤下一页。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刚才那个破面容易认的，现在这个 B 就是膀胱V 就是阴道 vagina 那么这个子宫输卵管、卵巢，后面是 rectum 直肠，认得出来吗？应该认得出来了下一页。好了，左边4个图像，同学猜猜哪一个哪一个不是处女？左边看得出来吗？右下方这个东西生产过了。这个处女膜很多迷失了处女膜就是这一层它是有洞的
有的很少数人还有中间一个膈，还有腮状啊。那么这个是生产后还有看到处女膜的痕迹在这里，因为生产的时候这里会损伤啊。这个是生过小孩的，这3个都是属于处女啊。处女其实现在的意义没什么太大意义。早期50、60年前，台湾还有妇产科一个最好的生意叫处女膜修补啊。这个已经是历史的沉积了啊。啊，这里有写啊，有没有啊？下一页。这里有讲一个地方，这个蓝色这个叫巴氏腺，它跟阴道有管道通的啊。女性在兴奋啦什么都会，或者平常也会分泌一些液体清洁我们的阴道的，但是这个腺很容易感染，所以你阴道不干净的时候，细菌进到这个巴氏腺，它会发炎，发炎就肿胀，里面都是脓，很痛，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那要切开，把脓引流出来啊。下一页。子宫在骨盆腔的中间，它不是固定的啊，不是固定，有很多组织把它悬吊，所以呢，子宫我们在做检查，我们一个手进到这个阴道，一个手在腹部压。我们以前没有超音波，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可以晓得子宫的大小、软硬，还有没有固定。固定什么意思呢？固定就是子宫颈周围啊，有3种情形要考虑是会固定的。第一个，经常发炎，它就跟旁边粘连嘛，就固定。第2种是子宫内膜异位，这子宫内膜跑出来，在附近粘连了。这以后再讲，分类的时候再讲什么叫子宫内膜异位，不在子宫内膜里面。第3种是子宫颈的癌症，子宫颈癌症就往旁边这个浸润，就会固定。所以我们检查，以前我们没有仪器的时候，我们的手很敏感，我们一摸你就晓得你怀孕，也晓得你大概怀孕1个月、2个月、3个月，我们都会告诉你，不用检查。同时还晓得你有没有子宫肌瘤啊，你有没有这个腺肌瘤，因为呢感觉都不一样。现在医生都没有这种训练啊，现在都是送去仪器告诉你是什么啊。我们以前那个年代，50、60年前是连超音波都没有啊。我们的手很重要啊。好，下一页，这个我们看一看，好，这个我们看一下，这里是什么东西呢？这里是叫做，这个叫做坐骨。你们摸摸那个臀部，一个骨头叫坐下来的骨，啊，这个不是坐骨神经啊，这个叫阴部神经，啊，从坐骨这边扇状这样子分出来。那么坐骨神经是什么意思呢？你这半边的感觉
都靠这条神经。你这里打一点麻药进去，啊，从那边左边我们看，打到附近，打5cc 麻药，这半边都没有感觉了。左右都打5cc 的麻药，这个每个医生都会了，哎，所以你不要痛嘛。像生小孩都非常痛，有的人说有多痛啊？像我们同学还没生过小孩，你妈妈说很痛，到底多痛？有人做比喻哈，你用香烟烧你的手是10度的痛，分娩啊，差不多那么痛，那真的很痛了。你干嘛痛呢？请医生给你打个麻醉针，只要打到附近就好了，不要说很准，打到这里，各打1针，你何必痛啊？那我们会阴切开也不痛，好吧？你现在生小孩不需要痛啊，医生都连这个都不给你打，很不应该啊！下一页。最好的麻醉叫网膜，脊椎网膜上的这个，我们从这脊椎里面透一个塑胶管，一直延伸到下面，打麻药。因为分娩有时候7、8个小时，你每一次打要麻醉很麻烦，我们插一条管进来，每30分钟就给你麻醉一次，30到1个钟头。你要痛，我麻醉医生就给你打一点麻醉药。那你刚刚讲外面打不是很方便吗？这里不同在哪里？不同这个子宫口张开的时候很痛。子宫口张开很痛，对不对？打了这个的时候，它就不痛了。那个要出来的时候，外阴部很痛，所以这个是很完整的麻醉，但是要有麻醉科医生，而且很贵，论小时的啊，最少1小时也要5000块，你8小时麻醉费就要4万块。那是以前哦，现在有没有？现在是不是还是这种？我不知道。也有时候你不见得请得到麻醉科医生。刚刚那个比较方便，妇产科医生就打局部就好了。那为什么还要这个？这个是最完整的麻醉。但是我们在子宫口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静脉注射麻醉剂，也可以不痛。我那时候55年前，我到美国，都是做无痛分娩。台湾实在是落后，到今天无痛分娩还不普及，妇产科医生有点责任，太不用功了啊！所以台湾，现在生小孩，我太太第2个小孩是我教授接生的。等他麻醉醒过来，我的第2女儿在他的手里抱住，生下来都不知道。有人说痛才会母爱比较多，我说这个应该没有太大关系，母爱生下来就有，跟痛不痛应该没有关系，何必受罪？所以现在的妇产科医生啊，你不会这个脊椎的麻醉，起码会局部麻醉吧？你们同学听了我的课以后，可以要求麻醉，那个妇产科医生减少你痛苦。好，我们现在进入女性最重要的卵巢。卵巢我们看看，这是卵巢啊，整个卵巢，这个是一个整个卵巢的 picture。生下来的 baby， 它的卵巢的细胞是
没有发育的，哎，我用手这样还快哎。一个个没有发育的叫原始卵泡，它有细胞核，一个个卵子，有40万个，生下来的女婴，中间只有400个会成熟，所以卵子是很珍贵的啊。1个月排1个卵，1年排13个卵，乘30年好了，15岁到40-50岁，大概一辈子400个卵啊。那现在有可以打针一下催啊，很多个卵出来，催卵针可以。好，那我们现在讲这个叫原始卵泡，到青春期的时候开始发育了，这个叫颗粒细胞。这个颗粒细胞会分泌雌性素，尤其在 teenage 少女的时候，12岁到14-15岁的中间，从这原始卵泡脑下水体刺激它，原始卵泡变成发育卵泡，还不是成熟啊，所以 teenage 的时候还不会受孕，好吧？这个 teenage 过了大概15岁左右，这个发育卵泡就成熟了。我把它放大，你看卵子在这里，旁边的颗粒细胞，颗粒细胞分泌什么？雌性素啊，雌性素，雌性素就让你一个女生啊，从小孩子变成少女，身体的发育啊，可能初经就来了啊。那么这个是在发育的卵泡，发育的卵泡会排卵，这个时候大概15岁啊，12、13岁不会受孕了。但是印度人很奇怪，不晓得是气候热还是热带的，他们比较早熟，据说9岁就会怀孕，9岁做妈妈，18岁做祖母，他的女儿9岁又怀孕，这个好奇怪，什么18岁做祖母，好像天方夜谭，据说是有啊。好，排了卵以后，这个整个叫卵泡啊，卵泡里面的液体分泌的雌性素，记得雌雄的雌性素啊，然后这个卵泡排卵以后叫做黄体，黄颜色的黄体，除了雌性素还多一个荷尔蒙叫黄体素，记住啊，2个啊，排卵前没有黄体素，排卵以后多一个黄体素，待会讲黄体素、雌性素的功能，后面再讲。好，现在讲到这里为止。好了，你怀孕的时候，这个黄体要继续大，叫妊娠黄体，就怀孕的意思啊。假使都没有发生什么事以后，它退化就变成纤维组织，叫白体。所以这个卵巢我们可以看到有原始卵泡、发育卵泡、成熟卵泡，还有黄体啊，这么一个 picture。有时候车祸，我不晓得这个人的年龄，我们检查卵巢可以判断大概是少女时候，或者是成人、年轻的女性、中年的妇女、老年的妇女。老年的妇女都没有这些了，都是纤维组织叫白体，那个绝对是50、60岁以后
所以车祸要是不晓得他年龄，卵巢会告诉你他大约是什么年龄。下一页。好，我们看看刚刚那个已经看过了，对不对？啊，看过了。这个是黄体，不是，这个是黄体细胞。刚才讲那个细胞它变成很亮，它可以分泌黄体素。这个是纤维组织，刚刚白体，你看这个都是显微镜下面看是没有腺体的，这个是停经后的妇女。下一页。好了，刚才讲卵泡还有黄体到底有什么功能？你们不要背书，你们学习的方法都不好。这个图记得，你妇产科懂得一半了。医生要胡说八道，赶快换医生，好不好？医生也有打混的啊，他只会考试。因为都背考古题啊，医生很会背书啊，很聪明，他不上课，这个都讲不出来了。好了，我们看看我们同学啊，用这个图问一问你的妇科医生，他要胡说八道，你赶快换医生，他金字招牌也没有用，他会给你误诊啊。好，这原始卵泡，我们脑下垂体有激素。在12、13岁的时候促进它发育，发育卵泡已经有雌性素，我们用蓝色的图表代表，蓝色是雌性素。好了，排卵，不是这个在中间的时候它就排卵，啊，这个中间2个礼拜没有发生，2个礼拜后。月经来，好，听清楚啊！排卵以后的黄体，黄体没有受精，它就会这2个荷尔蒙减少，这个子宫内膜就崩溃，叫月经。好，这黄体素你们看看，刚刚排卵的时候，黄体素慢慢增加。卵泡变成黄体，黄体素在1个礼拜最高。我们看看这个相对的子宫内膜的变化，这个等于雌性素使得子宫内膜肥厚，看到没有？让它长厚。黄体素使得它里面的腺管、维系血管增加，干嘛？让这边有营养，这个时候排卵后受精卵可以着床，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这个黄体经过2个礼拜萎缩，荷尔蒙减少以后，子宫内膜就崩溃，叫月经，会不会？现在同学告诉我，什么叫月经？利用这个图来解释，好吧？这个图一定要记住，好吧？这个图要是不记住，你是白上课。要背吗？不用背啊，清清楚楚了啊。这个我们录影下来，你们再把它拷贝下来，应该手机都可以看啊。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讲了哈。下一页。哦，这个。我刚刚讲啊，我考试很可能你自己出题目，最前面那个你画个卵巢出来，我给你90分。第二个，你那个卵巢跟子宫内膜的变化，我给你95分。你把这个图画出来，给你100分，好不好？这样子你们自己选择啊。回去画画图，这个图画出来一辈子不会忘掉，起码把前面2个图会画出来。
背书一点用都没有，背书应付考试没意思，你要看图要看得懂。我从西方的教育啊，我是觉得我学到图像的教学法。我们中国人文字特别好，我们诗词，你像我这是附带讲，唐诗、宋词，全世界没有，也许我的学问不够，是全世界没有文字比中国文字再优美的。那么西方厉害在图像，我看文艺三杰里面的拉斐尔、Michelangelo 还有达芬奇，文艺复兴三大杰，每个图画的好得不得了。像达文西，他又是科学家又是发明家啊，他画的蒙德丽莎，哎呀，画得多好！画的耶稣最后的晚餐画得多好。Michelangelo 是学什么？学雕塑的，他后来要再学建筑，还说绘画，所以他们雕塑那么好。拉斐尔就是画画特别好。拉斐尔很可怜，英年早逝，他37岁就过世了，太可惜了。那文艺这三画的都很好。这个画谁画的？一个医生画的，美国的医生，签名在这里。刚刚你们看了一些画，都这个医生画的，所以我们艺术图像比较少这么讲。像我这样讲，你看了很复杂啊，我讲完你不要95分，你要100分，你会画这个图。好了，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讲乳房的变化，好不好？上面一个乳房的变化，这个讲卵巢的变化，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个讲子宫内膜的变化，阴道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要没关系，阴道变化不重要。好，那我们再把它分为7、8段，1、2、3、4、5、6、7。第一段是新生儿72小时，它就有变化。这个是12岁以前儿童时期，这个是青春期，这个是生育期，这个是怀孕期，这个是哺乳期，这个是更年期。你们注意啊，更年期的子宫内膜、阴道跟儿童差不多，有没有注意？都很薄，有没有？更年期啊，好了，新生儿为什么还有蓝色？刚刚蓝色是什么荷尔蒙啊？雌性素，妈妈的脐带雌性素会引起小孩乳房的变化，阴道有分泌物。有的妈妈说：“哎呀，这个怎么办？”我说：“你放心，3天以后就好了。”因为妈妈脐带的雌性素给婴儿的，好吧？好，到儿童这个都禁止了。哎，到了青春期，乳房开始发育了，有没有？12岁都开始了啊。到15岁以后，这个生育期了。刚刚不是讲过了吗？这个脑下垂体使得原始卵泡变成发育卵泡，变成成熟卵泡，排卵成为什么？黄体。黄体多了一个，除了这个蓝色都是雌性素，使得子宫内膜肥厚。黄体素使得子宫内膜丰富，可以受精的时候着床啊。好，在怀孕的时候，怀孕的时候，这黄体更大，它要供应这些荷尔蒙，供应给这个子宫内膜，子宫内膜要供应给
胎盘，还要供一个乳房的发育，所以它这个时候乳房就比没有怀孕的时候更发育了生过小孩以后，这里很重要，一定要听清楚。生过小孩以后，你假使妈妈喂奶，乳房很大，看到没有？喂奶，卵巢冬眠休息，子宫内膜也静止阴道也休息，这个有什么好处？这个时候不会受孕。你喂奶的时候，妈妈可以休息，不要再怀孕。所以有的人没有喂奶又回来这个 cycle 了，所以年头生一个，年尾再生一个，不好。所以要记得喂奶喂奶小孩，母奶是最好的营养品。那这个当然这里是退休了，50、60岁以后功成身退了功成身退。有没有问题？清不清楚？清楚我们看看这个地方蓝色表示什么？荷尔蒙蓝色表示什么？雌性素。有没有黄体素？没有。这个叫不排卵。所以有的女生不排卵，她就是一直分泌雌性素，她没有排卵，但是这个可以解决，我们打排卵针就好了。所以血液里面的雌性素就使得这个子宫内膜一直肥厚可能月经会比较多那么没有排卵，这个卵子都没有排出来，这只有雌性素。记得不排卵没有黄体素，没有黄体素你不会受孕，没有排卵你怎么受孕？所以我们看这个东西就知道了，治疗就晓得对症下药。现在听懂了吗？子宫内膜会肥厚出血很多，但是它不孕症，差了一步，没有排卵。下一页休息。